自从上次甘奈的角色笔记公开之后，有些观众表示开始对甘奈的故事感到兴趣。这里稍微透露一下，如果是对角色笔记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其实不太需要 P 卡或 S 卡的故事。看完甘奈从 Wing 到 Landing Point 的主线，以及活动剧情乌斯莫莫因诺里空嘎拉嘎德，就足够进一步理解影片所整理的内容。也因为这次的契机和之前有人提过，想知道能不能提供个简易的剧情阅读指南，好在自己对283的某位偶像感到兴趣时，可以用相对少量的篇幅快速了解该名角色大致上的魅力。虽说建议最后还是要把全部的剧情补完，但假如能直接了解表现出角色特质的故事，确实对于理解角色，无非很快就能打好基础。官方尝试制作简易的剧情精华剪辑，我想用意也不偏离这点。大家好，我是 Skim。这次的影片整理了初始4团角色的必读剧情，挑选了一人平均5篇的故事。只要阅读过以下的角色篇章，相信就能认识到现阶段的闪耀色彩。他们所具备的特质、经历过的转变，以及和团员之间的相处。在开始之前，还要声明一下，由于每位偶像的主线，也就是从 Wing 到 Landing Point， 记录着每位偶像最核心的个人角色进展。换言之，不存在跳过的选项。观众可以在读过今天推荐的剧情之后，再看对应每个模式的主线故事。而如果你要反过来先看过各模式的主线，回头来看影片中的卡片故事也是没问题的。樱木真乃 Illuminate Center 更是283事务所的看板娘，因为偶像这个身份起初摸索自己前进的方式，和经历跌跌撞撞而感受到的挫折。PSSR 福卡周妹 Iromigusa PSR 哈纳穆斯比 Yuku 将真乃的这2种情绪描述得很具体，也对应了从 Wing 直到挂的故事。而来到 PSSR Hidozu Hatadaku 和 PSR Pick Up Spring， 则展现真乃已经成型的专业意识，甚至是变得足以自行撰写企划的成长。至于强调自己跟灯之与美姑携手前进，意识到 Illuminate 是有如繁星一般的存在， PSSR Interstellar Stella 定义了现阶段的真乃怀抱什么样的心情在当偶像。做事风格朴实，有时笨拙。老实说，灯之在这方面至今没什么变。然而，这个女孩子在心态上的逐渐放得开，事隔4年是永不共睹的。PSSR Seikan ni Iki o Hisomete 作为一个很好的分界点，划分了灯之在认知到偶像这片景色，从本来怎么追逐都觉得遥不可及，到如今有能力自由选择拍摄心之所向的风景。回头来看，灯之之所以会过于钻牛角尖，说不定只是一种自知无力的表现。外表是许多人对美咕噜目不转睛的一大要素，但我想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闪耀色彩将美咕的外形特色毫不突兀且有说服力地连接到混血儿遭遇的困境，以及社交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排挤问题。PSSR 拿自 Nicois 的 Pichicado 先给对美姑有兴趣的人尝尝甜头，接下来要做上一段由 PSR 切入阿鲁科瓦留塞诺以及活动剧情 Star and 朱百密搭建的云霄飞车。这是一段足以定义哈奇米亚美姑前半段角色进展的故事。PSSR Kyun Kome 跟 PSSR Tasokales Wag 则可以看见美姑开始从工作上意识到，凡事不是尽全力就能做好，以及运用美姑帮助别人的桥段，反衬出她在能力上的游刃有余。从特长、面对偶像的工作态度、对在意之人的积极友善，我挑选了这5张卡片的故事作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 Support SSR Akemashite Daikichi 和 PSSR Anadato Tsukino Michiru Koro， 分别在月亮和大劫题材上充足呼应了 PSSR Tsukino Hamabede Nato 得出现的元素。借由对比3张卡片中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能察觉到恋中在心境上微妙和本质不变的成长。如果你对唯美感兴趣，容我得先赞许你的审美观。
首先从 Support SSR 亚米娜被揪兜开始，借此明白安迪卡眼中的摩美要怎么相处。紧接着从 PSSR 马德基安七特贼 PSSR Papalumi 蜡烛，由浅入深的明白对摩美而言，拥有表现自我的选择的可贵之处，以及紫色所代表的深刻意义。而之所以挑选后面2章，主要是可以借此认识现阶段摩美和制作人的关系。还有从 PSSR Have a Bad Day 认识到摩美喜爱的作剧，照规矩来时却具备不输给任何人的做事手腕。夏月的过去对他的人格造成很深远的影响。从 PSR Himeyaka Fan Service 初步了解这个女孩子近乎服务精神的热情后，我挑上这3张卡片，可以让观众循序渐进去明白夏月的经历，同时又继续认识她的内心。PSSR Umito Taiyo no Promensa 当中蔡英币的桥段，到现在都还是描绘校叶人格特质的教科书等级剧情。最后再用 PSSR Harari Hirari Musubu 定调他和制作人相处的现状，而 Support SR Sakado Mami no Laburi Tabi 则提供给对 CP 有兴趣的观众。纵使杰华在做事手腕和身段柔软的一面，一直是安迪卡的故事中必不可缺的元素。然而，在谈论他个人的角色塑造时，我认为还是要以杰华的立场为中心，从他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Support SSR 投信带的 Nanny Day 虽然有其他团员的出现，但是因为杰华的内心独白很多，借着和他人对话的内容互相衬托，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杰华容易纠结却善于隐藏的一面。了解这点之后，依序阅读后面几张卡片的故事，就会双向的继续深入了解杰华的2种面貌。走到今年最新的 PSSR Kaleidoscope Pinball， 杰华和制作人之间的距离又变得更加缓和，而不是存在痛点了。从使用尊称的特色当谢子，扩大展开对幽谷物质的全面认识，我认为这是一个对物质毫无概念的人以吊人胃口的形式加深好奇心的好方法。让 PSR 后带 Kumikyoku 打头阵，再从 PSSR U 内妹妹依序到今年目光的新卡，包含物质足以包容万物的温柔，从家人身上传承下来的独特感知，跟曾经遇上学业和偶像方面的两难，可以用这个方式一网打尽。另外，如果你对物质的独特感知还算可以理解 ，Support SR Ga Si Kimi Si 也推荐给你进一步深入了解。年龄增长所带的影响，是作品刻画孩童角色时大多会着重的一环。国粹那拥有强大渲染力的情绪表现，一半是来自浑然天成的赤子之心，另一半我偏好归类在个性上的直率。2张初期的 PSSR 把果穗散发的气质描述的活灵活现，而从 PSR 马兜杯 Silent Time 开始的3篇推荐剧情，这是我认为刻画果穗内心成长的最优秀故事。尤其是先阅读活动剧情 Manic Queens， 再让 PSSR Full Story Age 的故事去升华陪伴果穗成长时的感慨，是我认为目前仍只有果穗的故事才能发挥的魅力。有点类似杰华在安迪卡的团队作用，自带子和 Hoka 相处时的面貌，可能更符合大多数闪耀色彩玩家对他的印象。先从 Support SSR Sakura Mochi Master 作为深入认识自带子的缓冲剧情，再依序从以下2篇的剧情，从里到外的明白巧克力偶像的背后常存于自带子埋藏深处的心声。理解这些之后，转而从 PSR Flowing Line 的心碎和 PSSR Tokohare Comedy 出发，去了解制作人和自带子现阶段的相处模式。曾经的孤独一匹狼到现在不只是受到和克拉欢迎的树理，前期的故事老实说不坦率的一面，描写的分量还是挺多的。不过因为还是铺陈好了树理对于自我感到迷惘，仍可说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些伏笔直到活动剧情开单 Nosaki no Kimi 收成了一个完美而动人的结，喜欢树理的人千万不能错过。
等到 PSSR Hanashimu Machide Kimito 和 PSSR Sparkle 的时候，树里对于偶像工作的心态改变，又会进入另一种层面。如同角色笔记提到的，领事面对至尊和 Hoka 成员时的面貌，可说是足以令人惊讶的天壤之别。为了让凡是对领事有兴趣的人有机会了解到这个女孩子最完整的全貌 ，PSSR 的部分对应了每个时期领事投向至尊的感情和成果，而 Support SSR 的剧情呈现出了风趣又好玩的一面，更是在此诚心推荐。既然离开鸟取来到283事务所，象征领事获得表现自己的自由，那他愿意展现出的各种面貌，都应该公平地让更多人知道。Wing 时期的满腔热血，至今虽然有点收敛，却尚未泯灭了赤子之心。我挑选了2张 Support SSR， 让夏夜这样的特质可以好好被看见，也能带出他和 Hoka 相处时的模样。剩下的3张 PSSR 着重的无非是夏夜和至尊的相处，但每张各有分别的用意。PSSR AKQJ 时讲述了向来自信和干劲满满的夏夜，受到外来的挫折时如何消化。至尊此时又扮演什么角色 ？PSSR My Valentine 乍看之下是一张充满夏夜对至尊示好的故事，可是如果拿以前的夏夜做比较，我认为可以发现不少他在表达好意的手法上放进更多设身处地的温柔。最后的 PSSR 4更会把夏夜变得相当成熟的气质，用一直以来勤奋的身姿表现出来。几乎完全围绕在至尊打转的皮卡故事，是甘奈值得一提的特色，有种沉浸在恋爱中的少女氛围，奠定了个人剧情的情节走向。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为什么我在开头说甘奈的角色笔记不需要看他的皮卡故事也能懂。无论如何，无可厚非的是，甘奈在以下的卡片中展现了满满的女子力和憧憬的粉红气泡。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在这些剧情里面体会到他对至尊浓厚的关心。从自认很多事都做不好，到慢慢发觉毅力是自己最大的武器，再辗转去摸索还能做到的事。田花的角色进展没有峰回路转的曲线，却拥有着无人能出其右的踏实。清楚自己做不到什么，再不放弃去找到并做好有希望的事。以下的卡片故事读完之后，可以明白田花在阿鲁斯托罗梅利亚的相处，以及这段偶像之路带给他的反馈有多扎实。以一个中途转职到偶像业界的女孩子来说，千雪生父作为长辈要照顾引导大旗姐妹的自觉，又不能逃避和形同至尊的个人坚持展开缠斗。挂和活动剧情无私默默一努你空嘎啦嘎的，撰写了苍山千雪最引人入胜的角色进展。如果扣除这2篇剧情，还要挑出其他推荐的故事的话，这几张是我的答案。在展现每种面貌的同时，可以从千雪表达的想要和行动力，认识到她有别于平时的气质之下，充满胆识并不抗拒跃跃欲试的活力。以上就是这次初始之团的推荐入门剧情。扛到建议入门的剧情数量不宜太多，因此放弃了一些其实很有意思的故事。强烈建议如果看完以上的剧情，真的要慢慢把角色有登场的剧本看完，否则会错过很多细腻的描写。之后还补上迷光、Nocturne 以及续子的版本。我是 Skim， 你觉得这次推荐的故事如何？或者有其他的方案，不妨留言讨论。那就下支影片见喽。